来调一个底色啊，从调底色开始，我们从调底色开始，一步步的来，看怎么把这个颜色、把这个水分控制好。当然，真正要控制好水分，还是要看你自己多画多练。就像我们说的，就像我们开车踩油门一样的，就是要靠你的脚慢慢去感觉。好，这个是太白。好，我们调色。我看到有位家人说比例多少，这个没有固定的比例，这个很难去量，去量或者是怎么样它的比例，因为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，多一点少一点你画出来的花都可以，都好看，不影响你的大局。然后来加水，太白3绿，没有固定的比例，你要是多一点，它的绿就会深一些；少一点，它的绿浅一点。其实没有固定，你也不用说一定要固定跟我一样的比例。好，来加水，加水调和。来，把这个太白和3绿调和，3绿放在这个边上，所以为什么不固定不了这个比例？因为这个颜料你一挤出来很难看出来它是多少，你就放在这个边上，你慢慢往里调，调到你想要的颜色，就有一点发绿就可以了。你放在这个边上，你不要一下子放进来，一下放进来，等下怕太深了，这个颜色太深了，太绿了。你就慢慢放在边上，慢慢往里加，加到你觉得可以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，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。就你这个白色，就让它白色稍微的变了一点颜色就可以了。看到没有？就像这样的颜色，现在这个颜色很正的，就是稍微的变绿了一点点。然后这个浓稠度，你能看得到吗？浓稠度，我们说是纯牛奶。但是呢，可能有些家人还是调稀了。我发现有很多人还是调的太稀了一点点。就是你们喝的纯牛奶究竟是多浓呢？那就像那个酸奶吧，那个瓶装的，你知道吧？你们喝的那个玻璃瓶装的那个酸奶，它是喝的，不是用勺子吃的那个酸奶，不是用勺子吃的那个酸奶，像拿瓶子喝的那个酸奶那样子。要有一点点浓稠度，但是你觉得水分太大了，太稀了，你就可以再多加一点太白进去，慢慢去尝试。不能说你一定要调的那么稀，然后每次还是控制不好水分。你控制不好的时候，你要多去尝试啊。你要是干了的话，你可以再加一点水。你如果水分太多了，你可以再加一点太白，慢慢的去尝试。好，我们这个底色要一样的，要把它调匀。好，这个刮掉控制水分，你看我们控制水分，你刚调了之后，是不是？你把这个太白调了之后，你是不是要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？要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轻轻的刮，你不要太重的把水分全部刮完了。但你要刮掉笔上多余水分，这样子是甩不出水分的。就是笔上里面已经没有太多水分，当然还是有水分的。你看你在手上一沾，这个水分还是出来，还是有水分的，就要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这个是要多去尝试，不是说你一下子能把控好的。就是我刚开始画也没有那么快一下子把控好，所以说你们初学的新朋友们调色调不好，你们也不要着急，就慢慢的去尝试，你慢慢的尝试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还是用这个比较鲜艳的颜色给大家示范，大家可能看得清楚一点。还是这个玫瑰红，这里有曙红，这里有胭脂，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。那我们现在还是画一个这个
你这个底色的话，就像我们这个底色，为什么我一直说你调浓一点调稀一点也没关系。假如说你调了3绿不够，你觉得颜色你想再深一点，你在里面加一点胭脂也可以。所以这个底色无关紧要你一定要调多少这个比例，明白吗？你看我现在在里面加点3绿它也可以，它变得更深一点，有点灰有点紫的这种感觉，这样子画出来也好看。这样画出来也好看，这个是自由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也可以多去尝试，加其他的颜色进去也是可以的，主要是让这个白色不那么白，就是不让它是纯白色的，因为这个白纸也是纯白色的，那如果说是这个太白也是纯白色，它画出来就没有感觉了。好，你看我加了一点这个胭脂进去也可以。好，今天还是给大家画这个花苞，画这个花苞最主要的是给大家讲清楚这个调色。你看刚刚我们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调了这个太白和3绿，然后我们去调色。首先我们调第一个颜色，我们要画浅色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颜色，这个第一个颜色这个玫瑰红拉出来调一层，调到笔的1/2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。你看你们调的时候，你怎么样知道你的水分多还是少？你看调的时候这样子水分就是刚刚好。如果是你一调这里掉了一团水在这里，说明你水分大了。你看现在调这样子就刚好，这个水分它没有掉水出来，是吧？它很湿润，但是不会有很多水掉出来，这样子它就是可以的。好，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薄薄的一层。如果想要浅色的，就薄薄的一层。我们来画一下这一朵花苞啊，画一下这个花苞，这个花苞特别好看，看到了吗？它是外围比较浅色，中间比较深色。这个花苞好不好看？要不要看？好，把这个玫瑰红均匀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啊，不要太多。然后笔尖稍微的沾一丁点这个深色的，一丁点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笔尖从深到浅这样子的变化，然后我们开始画啊。这个花苞的话，就是周围把它包起来，偶尔跳出1、2个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先来画一个包起来的这个花瓣。来，这个外围包起来的，然后画了一个花瓣之后，基本上就要补充颜色了，因为笔尖的深色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们笔尖要稍微的补充一点点颜色。控制水分这个东西，就是你刚开始控制不好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这个是就像你开车练车一样的，你刚开始能够很熟练的控制这个油门吗？肯定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控制得很好。所以要长时间多开多练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很轻松的，就是很自然的，就是把控好这个油门。你说开多少码，开多少码，你一踩就是多少码。这个刚开始刚开始你能把控吗？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，你肯定是把控不了。所以这个要长时间慢慢去尝试，慢慢去锻炼，这个没办法。我跟你讲的这么清楚，你还是不知道的话，就是一定要自己去感受，不是说我讲你按照我这样子做，你一定就马上做得很好。可能你那个度就是没把控好，就是你那个水分那个度就没把控好，所以要自己这个水分要自己去尝试，明白吗？我又不在你身边，没有办法手把手的教你。你还是不会的话，那是因为你还是尝试的不够，是尝试不够，锻炼不够。你多尝试，你就是少了就补，多了就加水，多了就加颜色，那个稀了就加，干了就加水，你就这样子去多尝试多画。好，我们再一层一层的啊。一层一层的往外包，笔尖上补充一点点颜色，笔尖上补充一点点颜色。我们要想着这个花，这个是一个花苞的话，它要成一个圆，基本上包成了一个圆式的。
我们直接先把这个框子框起来，然后再看哪里去加花瓣，我们就去哪里加。好，笔尖慢慢的稍微深一点啊。然后这个外面再来一层，外面再来一层。好，这外面来一层，这个花苞就让它包起来。好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点颜色。你看，大家调色的时候都就是在这个镜头下，让大家看到的，所以你仔细的看，仔细的去感受。我在调色的时候调了多少？调了一点点在笔尖上而已。笔尖有些家人说颜色的层次没有出来，就是颜色都是差不多的深浅，那就是这个笔尖，就是这一步你笔尖的这个颜色没有调到笔尖。只是笔尖有一点点深色的，明白吗？那这种一层层的包起来，然后颜色越来越深。当你要颜色越来越深的时候，你这个笔上就多蘸一点颜色就行了，颜色蘸多一点，多调一些就可以。那你看我这个颜色没有调匀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深这边太浅了，这里太浅，这里一下子就深了，中间有一条线就是不均匀。所以说我们调色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调，你不要竖着调，竖着调颜色就一直在笔尖上，就到不了这个笔肚上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笔放到倒起来，这样子睡在这个盘子里调，这个颜色才会均匀起来，由深到浅的均匀。你看这一笔就不行，大家拉近看一下，拉近看一下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你们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？就是这里这一块深，这里有一个痕迹，马上就浅了，深浅的这个层次，深浅这个变化太明显了，它不是均匀的，很难调试的，太有了是吧？那就你看，再一下，这一下就好了是吧？你看这一下好了吗？这下好了吗？这下把它调久一点，调匀了，这一下是不是就好了？好了没有？所以说你这个颜色没有调匀，你画出整朵花，如果你整朵花都是这样子的问题，那肯定就不好看了，是不是？整朵花你如果调的都是调成这样子，那整朵花是不是特别不好看了？来包起来，来一些很多这种，让它层次显得很多。层次显得很多，这就小的这种反瓣，我们画多一点，窄一点，小小的。小小的这种反瓣，我们画多一些，让它显得层次很多。来，颜色，每一次调色要调久一点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匀，不能这个颜色只在笔尖上。笔尖的深色是要深色的，但是它是
由深到浅的渐变，而不是突然深或者是突然浅。好，我们在最深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蘸一点点胭脂，加一点点胭脂。这个胭脂有点灰，你看我们刚刚这个玫瑰红蘸的不够多的时候，胭脂就会灰。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底色太白太浓了，这个胭脂也会黑，明白吗？有的时候你们黑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胭脂，这个太白笔上的这个太白太浓了。好，我们这些里面这些反半就画这么多，我们先不管它。这个笔上已经太干了啊，太干了，我都画不动了，可以加点水。如果你觉得太干的时候，你加点水进来。你的笔你画不动的时候，你可以加点水，就是看情况。这个笔是灵活的，你知道吗？是灵活运用，不是说一定是我什么时候加水，你就一定什么时候加水。你要去感觉你的笔缺什么，就像你人一样，你渴了你就要喝水，你饿了你要吃饭，你要自己去感觉，画久了自己才能去感觉得到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外围的这些花瓣，这些比较浅色的这些花瓣，我们先把它画了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。你看这个花瓣，我们画的时候是不是有节奏？你看，我一笔下来，有一点提起来，按下去又提起来，让它有一个这种自然的弧度，而不是一笔这样子圆圆的过来，它就太死板了，就没有这种灵动感，明白吗？我们画的时候，这个笔要轻轻的有一点点动作，轻轻的有一点往上提、往下按的这种动作，明白吗？好，把外围的这个花瓣先把它画了。你看我们画的时候要有一点动作，不是说我们直接就把它画过来，有一点点你提起来又按下去又提起来，这个弯度这个缺口就是我们提笔的时候，提笔了就有一个缺口，你按下去了就会这个花瓣就会宽一些，明白吗？好，再补充一点颜色，我们画一笔这个小写意要多调色，基本上画一笔就要补充一下颜色。自然界就是规律，你要按照大自然的规律，而不是我一个死的规律。如果花瓣有死的规律，那么你画出来的所有的花是不是都是一样的？我现在是按照这个实物去写生，你看到没有？你要掌握它的特征，你自己去搜图片，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按照我这朵花，你要观察它的特征，首先观察它的颜色特征。你看它外围的这朵花，它外围的颜色比较浅，里面的颜色比较深。那你画的时候你就注意这个颜色，你到画中间的时候你就把颜色调深一点，那么它这种颜色的这种变化就出来了。你不要一看，哎，这就是一朵红色的花，全部是红色的花，那么整个都是按照一样的调色去，那它这朵花就没有这个特别了，它就是一朵就是很平很死板的花。你要注意它的特征，哪里是颜色浅的，哪里是颜色深的，深浅的这种变化，虚实的变化，还有花瓣的这些大小。你看自然界它就是规律，你看它这个花瓣是不是很大，这里面很碎，那这种大的和小的这种对比关系就在里面了，就在这个大自然界了。
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画不动了，有点干。好，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点，可以加一点底色。其实加水也可以，因为我们要画深色的了。来，我们画中间这个深色的，多调一点颜色啊，把这个玫瑰红调饱满一些。你看，我们要调很多，调饱满一些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曙红，调一点曙红。当你怎么调你都觉得太干了的话，那说明这个笔里面太白太多了，需要加水分了。好，从这个缝隙里面去加花瓣啊。从这个缝隙里面去把这个用这个深色的把这个缝隙里面都填满它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缺口，这里还有一点。好，这个中间我们直接用这个最深的胭脂。好了，这个花苞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这个就是颜色深浅的这种变化，颜色深浅变化使这朵花显得自然好看、灵动，然后有这种层次感。层次感是什么表达出来的？层次感就是它的颜色表达出来的。我们说的层次感就是颜色，主要就是用颜色去体现它的层次。颜色是什么？你看这里这一块，这些都是浅的，外围也是比较浅的，里面很深，这样子就感觉它是有这个层次感了。好，我们来调一个画嫩叶子的颜色。嫩叶是这个三绿、藤黄、朱标，还有这个胭脂。来，笔里面加一点水，这个画嫩叶子，这是笔洗一下，笔肚里面就会有水了。然后把这个三绿和藤黄调和，调一点点这个朱标，调一点点胭脂，然后我们来随意的画一个枝干哈。这只是给大家示范啊。哎，这个笔上太干了，太干了就会出现这样子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笔上水分不够，水分不够你再去蘸一下。再直接用这个笔擦到这个水里面，擦到个洗笔盘水里面去蘸一下就可以了，再重新蘸颜色。好，你看这个画这个下面这个小花托，这个花萼的时候，要两边要不同哈。我这边画了2个，那这边画2个，我们这边再画一个。画的时候要有一点动作，我们的手要有点动作，轻点再按下去，再扭一下，这样转过来，然后要有一些这种穿插的这种感觉。而且要有多少的这种对比，你看这边我们画2个，这边画1个，这样子就有一个，不要太平均了，不要两边一边2个，这样子也不好看。那你像这里你如果觉得少了，你这里还可以画一点点哈，画半个，像这样子出来也是可以的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需要画叶子吗？你们觉得要把叶子画上吗？
要把叶子画上吗？这里画一个叶柄。好，这里画2组叶子吧，来给大家画2组叶子，随意的画2组叶子啊。画这个嫩叶，我们这个花苞上直接就画嫩叶，嫩叶就是这个3绿、藤黄，调一点珠标，调一点胭脂。那我们画这个嫩叶也是一样哈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那个这是1片叶子，我们画一个小的组合，就是3片叶子。那么一边还有1片啊，一边一片。这边还有1片，好，3片叶子就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小叶柄它在这里没有了，我们要加上去。好，这里画一个小的组合，一小组叶子。那这边我们再画一个大的组合，就是3叉9顶。这一个枝干下来有3个叉，每一个叉上3片叶子。来，我们先画这一组啊。这是1片，2片，这里画一个侧面的，长一个叶柄出来。这个是一组的3片叶子，然后这边还有一组，这边一组，我们让它这样子，感觉是翻转过来这种感觉啊。翻转过来这种感觉，从这后面过来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，这一组就这样子来，然后这边再来一组3片叶子。这一组我们可以画大一点，叶片可以画大一点。3组叶子都要有这种，叶子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好，从这里穿插过来这种感觉。叶柄不够的，我们再补充一下。好，这一个小花苞就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画太多了，画太复杂了，只是给大家示范。勾一下叶筋，用这个胭脂啊，这个嫩叶我们直接就用这个胭脂来勾叶筋，用胭脂来勾。不要勾的太多，我们常规勾1片叶子就勾5笔。那我们这个小嫩叶的话，可能就勾个2、3笔就够了，就不要勾的太多太明显。好，这一组叶子也是。然后我们中间再点上一点点，点一下这个小花心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点这个花心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画下一朵，再来找一朵啊。画一个这一朵怎么样？这一朵也很好看。
要画这一朵吗？这朵跟刚刚那朵差不多，我们画一下这一朵。好，我来先给大家画一下花瓣吧，画这一朵，这一朵也很好看。那画这个的话，它的颜色会有一点不一样，我们就用这个颜色好不好？不一定说要跟它一模一样的颜色，我们就用这个颜色。好，这个颜色有点，这个底色你放一下会沉淀，沉淀的时候你再搅一下，再把它调一下。如果它有沉淀，你就再调一下。我们再加深一点，你想把底色加深一点，加什么都可以啊。我想加深一点，我加一点胭脂进来，把它加深一点。底色加了3绿，我觉得太浅了，我又加了一些胭脂，结得太浅了，又加一些胭脂。你一个结得浅了，你还可以再加一点3绿啊，我再沾一点3绿，再加进来，再加一点3绿进来，让它深一点，底色深一点，它显得更加透，更加好看。所以我喜欢把底色加深一点，你可以加3绿，然后再加点胭脂进来都可以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轻轻的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这样子甩都甩不下，掉不了水分。最主要你看一下这个笔上这个水分多少的时候，你调的时候更容易看得出来。你调的时候这个盘子你不会掉一滩水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哈。你不要调色的时候，你一调这个水就掉到盘子里，说明水分太多了。好，我们刚开始画这个浅色的时候，把这个水分，把这个颜色均匀的调一层，薄薄的一层到笔的1/2，好薄的一层，不要太多了啊，薄薄的一层，只要有一点点颜色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好，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薄薄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笔尖稍微的调一点点深的，笔尖稍微的调一点点深的。加胭脂，有太白加胭脂就会发黑，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们不会发黑？我们在画深色的时候，我们加的是水，深色的时候加的是水，所以它不会黑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朵，啊。先画这个底下的这2个花瓣。3笔，你3笔怎么去组合都可以啊。这个颜色调的不是很均匀了，你看这个浅色和这个深色有一点点这个间接，来再调均匀一点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颜色。再来调一点颜色，笔尖要稍微有一点点深色一点点的。好，这个花瓣再往上了，往上包了。来，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。一不小心调了好多过来了，一下子弄了很多颜色上来，深一点就深一点哈，深一点也没有关系，笔尖要加一点深的。好，这个花瓣。那这边我们还有一个，它这个花苞，它有一些花瓣特别深，我们要沾一点这个曙红，把这个颜色调红一点，好像是一个2乔的一样。那这一个花瓣，
好了，太深了，我们要笔上要洗一下，稍微的洗一下，然后再去调色。笔刚刚洗了一下，因为颜色太深了。其他的花瓣没有那么深，只有那个花瓣是那么深的。然后里面会有很多这种层次啊，小小的层次，笔尖稍微沾一点点这个深色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些包起来这些花瓣。好，这些还是有很多这种包起来的，稍微沾一点点颜色，包起来要有大有小。哎，很多这种小反瓣，里面还有层次很多。那没有底色的，我们蘸一点底色。如果笔上干了，我们稍微的用笔肚蘸一下底色，不要蘸太多了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笔尖沾一点点颜色，水分大了，你调的时候，你如果笔尖里面一调就掉水了，你就可以在旁边准备一张废纸，把这个颜色沾掉一点点，用这个笔在废纸上沾掉一点点，然后再去加一点点颜色，再去调。好，小小的这个花瓣啊，小小的让它很多层次。翻展过去的，这有些花瓣是已经翻过去了，翻展过来的。笔尖要稍微有一点点深色的。这些花瓣都不要让它太圆，颜色是很浅的，外围跟刚刚那一朵一样，外围是特别浅的。那这个花瓣也是翻展过来了，翻展过来你要画出这种缺口，你看这种缺口，可以有一些地方可以回一下笔，不要让这个花瓣整个花瓣太圆了，如果圆乎乎的话，它就不好看。好，这个整个大形是不是已经出来了？这个花的这个架子已经把它搭好了，你把中间这些空隙把它填起来，用深色的把它填起来，这朵花就是不是完成了？来补充一点水分，或者是加一点底色都可以啊。笔上干了，太干了，你画不动的时候就加水。如果里面底色差了，你就加底色，这个是灵活运用的，灵活在用。来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我们下面这个花瓣来一点点胭脂，让它有一点灰。好，这里也翻展过来一个花瓣。好，这个大形已经出来了，整个架子已经搭好了，我们把中间空填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画？是不是特别简单？把这个架子搭好之后，把里面的空填一下，这朵花它是不是就完成？来，我们蘸这个曙红啊，玫瑰红和这个曙红，蘸深一点，调深一点啊。你看它这个是有一点二乔的这种感觉，它这个旁边会有一些这种深的，那这里也会来一笔，这里会来一笔。好，蘸一点胭脂。
有一些地方很深哦。你看，我们把这个空都去把它填满它。填空就是填这个正面的花瓣嘛。这个我们先把所有的反瓣都画了，然后我们正瓣用很深的颜色，你看调了很多这个曙红，还有笔尖沾一点胭脂。因为现在你把这个曙红调了很多，你再去沾胭脂的时候，它就不会灰。如果说你的那个笔上太白太多了，你去沾那个胭脂，太白太多了，蘸胭脂的时候就会灰，明白吗？这个问题。好，就是把里面的这个空填成最深的颜色。填空大家都知道吧？也不用说你要填的多规矩，像画工笔一样的，不需要的。好，我们在这些外围的花瓣不需要那么深的时候，笔我又洗了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我又洗了一下，少一点点颜色，浅一点点，沾一点点胭脂，有一点灰。有一点点灰的这种感觉，它里面这内侧让它深一点，有点灰的这种感觉。好了，这个花苞又成了，这个花苞又成了。然后你觉得它不够深的，我可以把这个花瓣再来深一点，直接蘸多一点颜色。你看，觉得不够深的，你可以再去提它的这个颜色的层次。来，我们把这个玫瑰红调多一些，然后再去调这个曙红。你看玫瑰红调很多的时候，你去调曙红，是不是我刚刚笔是洗了，没有太多太白？如果太多太白，它的颜色有点灰。来，你再去调这个曙红，是不是它很鲜艳？然后你再去调点胭脂，它也不会灰。把这个花瓣我们再加深一点。来让这一个花瓣特别深，把这里再加一个这个深的地方。这个深的地方再加多一点，让它这里感觉这里有一块这个有一个这个红色的花瓣。老师，我填深色的地方为什么会渗进到浅色的里面呢？渗进去就水分多了也会渗啊，我画的时候也会渗啊，渗是很正常的。你要就是水分要少一点点嘛，笔上要稍微的干一点点，笔上稍微的干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渗的时候你把水分再弄少一点，把笔吸一下，在旁边准备一个废纸，你看一下。你看我这里是不是准备了一个废纸？你干的时候你渗出去，你就把笔这样子沾掉一些，明白吗？这里要旁边准备一个废纸，吸水的废纸。好，这个花苞又完成。好，我们来加上一些叶子啊，加上叶子，这个三绿、藤黄，随意的加上一点叶子，点缀一下。好，我们这样子下来一条枝干，枝干要一笔下来最好。来，这里来一个大的一个花托，这个花萼有的时候它是比较大一些的。这里来一个小小的穿插，这里从这里来一个。
好，这边有一个多少的对比，这边3个，这边1个，让它有这种对比关系，不要两边都是一样多。来看一下，安排一下它的这个枝干。好，我们随意的画一些简单的叶子，点缀一下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嫩叶也是一样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一组叶子，然后我们这里就画一组小的就可以了哈。这个小花苞就这样子，就画一个小花苞。可以点一些这个小花心。可以了，随意的点一点点就可以了，点缀一下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太多。